现在是比较偏向于快乐教育，对吗？双减嘛。然后现在也不会公布他们分数，对，只是就是一个说U啊，其实我也是很抗拒的，就这边太卷啊，怎么样？在中国读书，那时候来中国的学生很少，我最认真的这辈子就是在大学。认真学习的跟中国人一起卷的那一种，一个马来西亚学生就去争取，说我们要免考英语，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考不过。你的孩子大概多大？我的孩子今年8岁，刚好上1年级。可以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国际吗？肯定是中国国籍，因为我是长期在这边发展，然后我也拿了绿卡，其实我就打算这辈子就是在中国的了。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走这个方向。有的姐妹或者是在这边结婚的，其实她到现在还是融入不了，因为她是一半才进来这个地方的。那我是已经在这边活了大半辈子了，已经大半辈子了。那我觉得我很适应这边，那我也可以接受这边的教育。那当然有的地方我是觉得挺苦的，这边的孩子很苦，对，很卷，很苦。我的孩子决定是拿中国国籍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哈。也不能犹豫，我只能妥协，应该说，因为我老公一开始就已经说了，我们的孩子是中国籍的，因为我老公不可能跟我回去马来西亚，我又不可能自己回去。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分开的话，我觉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结婚就是2个人一起为生活打拼嘛。那如果为了孩子的国籍的问题，我们又有矛盾，然后孩子因为国籍，然后回去马来西亚，因为毕竟外国人在中国读书是很麻烦的，你要么国际学校，要么私立，这个很贵。我只是普通家庭，我耗不起这个钱啊。那我老公说，我们肯定是进公立的，读完大学如果有能力，孩子成绩好，我们是出国，那没有问题。学习以后肯定是留在这边的，因为我在这边读大学的，我大概知道了这里的教育的环境，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既然我选择了这段婚姻，我必须走完，那我的孩子也就只能留在这边，对吧？我不能说，哎呀，不让他在这边卷，我就带回去，因为我有看过很多夫妻就是为了孩子在这边卷不下去带回去的，那就夫妻分两地。就是说他读一半然后带回去。对，现在有很多情况就是拿着马来西亚国籍在这边读到小学，然后再回去马来西亚，但是他有马来西亚的身份，他回去读书是很方便的。可能会得罪很多人，我讲这句话，你在这个地方你混不下去，不一定你换一个地方就能混得下去，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觉得中国很卷啊，卷不下去，我去轻松点。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你在这边不行，你去那边他没办法跟上这边，我们那边又很松散。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够自律的去旅行？主要是他一下适应这边，一下要适应那边，他没有办法很完全的融入。除非妈妈亲自带着回去，重新让他去适应那边。我有跟我老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他觉得他读书没有什么压力，我这样子过来了。据我所知道的，以前的同学就是很苦的，就是你们这边高考不是什么地方状元才能够上好的大学嘛？那时候我学校身边那些同学都是什么他们村里面的状元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老公是保送的，很厉害，很厉害，我也不懂什么概念，很厉害的。然后他就说得很轻松，他说其实心态也很重要。我老公一直在给我疏导这个，其实我也是很抗拒的，就这边太卷啊怎么样。他说其实心态摆得正，学习当作是一种个人目标，是去享受这个学习的话，也没有这么可怜的。他说很多那时候就是说的自己很可怜啊，其实他自己不学，就是他自己的心态没有去摆正。我老公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肯定可以的，他说这样子鼓励我。那我说好吧，然后我到我儿子上幼儿园，我们也是学的就是公立的，就是我孩子上学都是上公立的，我们没有想过要给他上私立的，毕竟我们是普通家庭。那我们也想他就按照中国的孩子的方式去成长。那当然我老公就是很中国式的教育，我的婆婆是老师来的，然后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认字写字数学什么都是我婆婆在做。我婆婆就跟我说了，语数他和我老公来，英我来，然后我就说好啊，语数我肯定教不过你们，我的数学肯定不能跟中国人比，我们对，我们数学都不好。然后语文我普通话都说不准，我就算了，我说英语我来。所以到现在我儿子从小到现在学习基本上还挺 OK 的。其实我觉得你先生这个想法是很对，就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你的童年如何？我觉得学习不是个很难的事情，问题是你不学，你自己心里去抗拒它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正面的那一种，是很正面。对，他跟我说你不要太压力受这种影响太多。我老公高考的时候就是还去打篮球，还去干嘛，考试前一天我婆婆都急得半死了，人找不到。他说明天高考了，考什么什么。我老公说放松一下嘛，你平时都不努力，你今天再读多2个小时，你也没有用，没有用了，对啊。你不会就是不会了，你再多读这2个小时。他这个心态真的很好。我先生的思想是那种，你说他中国人，他也是很传统，很传统。我老公比我小一点点，然后但是他很会
思考。其实我是在跟我老公学习，我以前是一个那种很容易就为了一个事情把自己卷在里面，然后整个人就陷进去，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了？打不开。我以前是很固执的一个人，现在我就像他这样，能做的事情我们做到最好就好了。有的东西你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对，我尽我的能力就好了，我问心无愧就好了。对不对？你的努力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比较厚的。对，只是今天看不到，可能明天后天就来了。孩子在中国会觉得英文教育有所缺失吗？这个东西因为我老公这边不是要考4、6级吗？他4、6级都考过了，但是口语不行。对，口语就很不行的。每次我在辅导英语的时候，我老公有时候会来插2句，我说不标准。我大学毕业出来这么久，你英语也没接触了，他平时上班没接触，所以我就是按我自己从小在马来西亚的口语去学习。然后当然我的从小的学习的方式肯定不能完完全全带来中国给我孩子，我不会害了他的，我会害了他的，因为这边的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不能用我的方式去教他，他考试可能考不过的。我就下了很多这些电子版的或者是一些软件下下来，就是给我儿子这样一边玩的过程去引导他。毕竟在中国你要用到英语，尤其是小学阶段没什么机会用到的。对，最近刚好有一个可以在公众号那边搜知识派 Cheese 派，它是通过像是电影、新闻、广播剧等丰富的听力材料，根据大家不同的听力水平进行科学的分级，同时伴以单词复盘，一边增加词汇量，一边口语听力一起练习，达到1+1大于2的学习效果。试用之后，我觉得真的比传统的机械听力好很多。使用材料让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同时呢，这些句的词汇搭配也更加纯正，在说的时候脑子不知不觉就会想到，并且课后还有专门的讲义可以拿来温故而知新，加上更有内味的发音。最近认识的朋友见面都会问我一句，你是不是有留过学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试着了解了解，开始学习啦。现在是比较偏向于快乐教育，对吗？双减啦，这边说双减，可能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以前就是学生作业很多，这边不是早自习晚自习，这边的小孩到晚上都还在写作业的，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老师的压力也很大，学生压力很大，然后就说双减，作业要减少，然后考试现在也没有做明确的说要考试，老师只是说随堂做一个习题，其实我们家长一看那个字也知道就是考试，明天要考试。然后现在也不会公布他们分数，是吗？对，分数就是一个说U 量什么，但是负担还是压在家长身上。因为到现在我儿子每天放学回来，说作业多也不多，但是也就看家庭，有的家庭如果父母都是双职工的，那回去要做饭，然后孩子要写作业的时候都已经8点过了。像我这样子，我回去我不用做饭的，我回去就是辅导做的作业，然后我的儿子8点半就写完作业，很难就睡了。有的小孩才1年级做到10点多还没得睡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挺可怜的，就是家长负担很大，下班回来还要做老师做的作业。有的人就说我外学习很自由，成绩也很好但是其实人家在卷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最近回去会不会觉得他们说如果中国不好的话，你会反驳吗？还是怎样？以前我会很生气或者是什么，但是还好我身边的朋友没有，都不会这样，不会排华的，不会对中国有什么。而且有很多朋友很喜欢来中国。去年12月底就有一家人，就是那种 ABC， 他老婆不会说普通话的，他就带他老婆来体验，他的岳母来了之后，哇，中国很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很干净安迪你知道吗？带他去那种比较乡村的地方，那些人很好准备东西很好，很客气是，如果没有来到中国的，可能他们第一印象就会是这样。因为媒体很多都是负面的，尤其是西方媒体会对中国很多抹黑。他来中国之前，他觉得中国是很乱了，很村的，很乡村的。你只能透过媒体去认识嘛，那时候，所以还得去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对，去体验，去多方面的去了解，不要只相信某一个信息来源。出国留学，要么欧美，要么台湾。我很多同学去台湾。那是为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中国有一个学长在厦大读，然后他就在厦大之后，他有就是中间寒暑假有回去马来西亚，然后我的校长就说，你在厦大读书，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国读书。那时候来中国的学生很少，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清华北大，能够考进清华北大是很厉害的。对，我们就觉得我们也攀不起这个学校。然后我那个学长他就在厦大，然后他就回来就是分享在厦大的这个感觉。厦门
门首先就跟槟城很像，然后语言吃的，然后他说厦门基本上他很适应，而且那时候对外开放，这边的大学对外国的学生很多优惠政策，奖学金很多，对外国人很友好，就是我们的宿舍什么都是全新的，然后空调房什么，中国的大学不是时间到会断电的，对，外国学生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对，我们是住那种6个人8个人，外国人就2个人6人间8人间，然后公共卫生间，我们都是独立卫生间。哦，你们待遇好好。4人间2人间。然后我们没有空调，他们有空调。对，我们有空调的。而且中国这边首先学费便宜，吃很便宜，但是有一个不能就是不能打工。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反正这边便宜嘛，欧美我去不起，我拿不了欧美的奖学金，好啦，就试着申请这边的学校。然后那时候就是写推荐信啊，我的校长跟厦门这边关系也还可以，然后就推荐我过来。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奖学金嘛，我就拿了厦大奖学金，然后全免，我就只要付生活费。然后我跟我爸说，我就来吧，很便宜啊，对，便宜耶，住宿费跟生活费而已，吃很便宜啊，在中国厦大白米饭是免费的，我就只要出菜的钱，然后我就吃的很少，而且那时候马币对人民币还大，对，那时候1比2.1，那1块马币2.1，我来的时候想象现在跌到，他现在堂弟来很贵，他觉得中国很贵，是吧？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觉得钱很好花，哎呦，我今天在想，哎呦，1块钱的饭在马来西亚才5毛钱呢，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就觉得，哎，中国对我还挺好的，对我在这边得到很多好处，然后其实我在马来西亚感觉我学习还可以，但是我来了这边，我好差，我的数学很不行啊。我们那个年代有2种班，一种就是我们这种专业课，比如数学，然后化学、物理这种比较偏专业型的，这种外国人来读的比较少，名额也比较少。我那一届只有我一个人马来西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香港的，加拿大还有开另外一个班叫做什么国际贸易什么，不要可以摸鱼，因为它主要是开给外国人的。那我们那种不一样，我们那种是纯化学，就认真学习的，跟中国人一起卷的那种。这个中国人学习很好，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去学习，他们学东西记东西很快。我们上大学一本厚的这个数学，线性代数还是什么？把书本教完了，我还看不懂在写什么。但是我中国的朋友第2天就可以去考试了。哇，你好厉害！我其实很压力的，我最认真的这辈子就是在大学。大学一定要过4、6级的。我那个年代，因为如果你是海外生，你的母语是英语，你可以免考。他认为你就是英语。对，英语母语。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不是英语很好的，是啊，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我们就几个马来西亚学生就去争取，说我们要免考英语。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考不过，很难，不是很好考，都在玩语法，你知道吗？我没有试过，所以我很难想象。他们考得很什么动词、介词什么会考 grammar 的那些啊 ？grammar 他有考 ，grammar 有考，但是他还会抓得很细很细。然后连老外他来考，他说啊，你们考这个我都不会考。我认为老外考不了，很多外国的同学会这样，很难的。我在马来西亚读书，我是没有写作业的，我是没有做功课的。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是很放松的，没有做功课的，然后我们就回家就是玩。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我就很努力的去。可以，没办法。其实这也是不一样的经历了，这种挑战不一样。我觉得在中国继续生活的，我觉得会对你很有帮助。对，而且后面我就觉得很轻松了，因为最难的时候我熬过去了。曾经为了做实验，待在实验室睡觉，就是为了把实验做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磨练吧。对，其实这个经验也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有，没办法复制，没办法经历的，所以我挺珍惜这个路程经历的。很多实验室的一些师兄师姐也是那种寒暑假别人都回家，他是没有回家的。他是寒暑假是最努力的时候，因为整个实验室没有人跟他抢仪器，整个实验室就是他的，他爱干嘛就干嘛。一期的时间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做完，我一个报告出来，1篇论文就可以出来。所以中国很大，什么人都有，放假就跑掉的人也有，留在这边的人也有。那我刚好留下来，就看见这种很强的人，所以我就会激励你吗？对，然后我看到师兄师姐，那当然这些人我从读书到现在还有在联系，到现在这些都已经是教授啊，或者是很专业的人。其实我就看到他们的努力，其实是有回报。你付出多少，你以后肯定是得多少。哎，不是老板啊，维尼，他叫康妮还是维尼啊？对，我们都有一个妮字。你叫什么妮？我叫安妮。你知道你？没有。配合度很好。对你们以后未来有什么发展吗？我觉得他们变化也不大了，就还是会。我觉得这位会有变化啊。我现在是从餐饮
转到哦 AI 啊，现在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软视频的这个开发的，而且我现在是跟大学接触，这个对我个人提升是很重要。我虽然很舍不得我的这个以前打拼的这个小小的王国，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跟现代脱离，因为现在不是什么 OpenAI 啊，对，那个 ChatGPT 啊 Sora 都出来了，对，我觉得我再不跟进脚步的话，我就一直做手工活。那个阶段是刚好疫情，然后我儿子还在幼儿园，我觉得我要陪着我孩子成长，所以就选一个比较自由的比较弹性的工作，我家庭可以照顾，我又可以照顾到我自己有一点的小收入。说实在的，我们嫁过来的很不容易。第一个，我们要融入这里的家庭，我们一个人只身过来，我没有亲戚在这边的。我妈妈其实她也不是说看不起，或者是我妈妈就是觉得很心疼。我给你培养到一个研究生，你去干粽子，你去炒菜，我没有生活保障。我老公对我再好，我难免他哪天会变的。我们说实在一点，会有这种害怕。我得自己要有能力，不要靠这个人我就能活，因为毕竟我在国外啊。不要总看别人的脸色。对，当然我老公说我保证我以后会养你，我嘴巴说而已呀，自己还是明天有个漂亮的女孩子来，我怎么知道啊？对吧？这是很实话的。那我能够保证我不对不起他，但是我不是不相信我老公，人就得有为自己有后路。然后人总要爱自己，不能说我老公说我这样不行啊！我觉得我也得给我的儿子做一个榜样，妈妈照顾家庭，妈妈也有自己的事业，对，不可能一直绕着你，我有我的生活的。对。那我儿子上了小学，那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精力就放在我的事业上了。我现在就早9晚6回去辅导我儿子作业，周末我双休。哦，那还不错。我的工作其实也有要求，一定要我儿子在家的时候我得在家，所以周末双休是我的基本要求。这个不容易，现在双休的工作不好。所以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在家要照顾孩子，出去上班又要应付老板。现在我这份工作跟进时代，而且我还是跟大学没有脱离这个脚步，因为我现在接触的跟我以前导师也有关系，就是这种人脉就还在，还可以用得上，我不要浪费我的这个人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个领域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祝福你，谢谢。很不容易。那 Winnie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接下来应该会开发更多家乡菜。我觉得 Winnie 会开一家东南亚菜，会吗？我辅助，你有全力支持。哇，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梦，有吧，有这个想法，当然不是想开一家，很多家，每个人的梦想，对，但是也要靠自己努力看看。我想问一下，在疫情的时候，你有经历过什么？疫情的时候没有开，然后就是天天吃，天天喝。那是很爽哦。是，跟我们差不多。天天往看你的工作室跑。对。你有帮他一起做？没有，我去吃。就玩看到我的手模，他是我的医用手模。他手出镜。他不干活，他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吃，然后他手养得白白的，然后有做美甲，然后每次有出新产品啊，或者是要拍照。为了参加这个事件这样。对 ，Ivy 就是很喜欢摄影的，其实我们搭档的也挺好的。我发现你们在一起了，很快就可以熟络起来。只要康妮是比较容易、比较快速的，比较活一点，比较活跃，他确实是比较通常是需要有这个对，只要有一个就够了，对，两个就嫌吵了，三个就不得了，三个就不行。那我姐祝 Winnie 以后事业成功，开很多家，大家也可以来一定要开很多家，开到合肥去，一定要开到合肥。所以可以介绍一下他拿给你的伴手礼。止咳秋膏是他自己熬的，然后还有虾米辣酱、乌当三巴、阿桑，感觉这些都很下饭。谢谢康妮，谢谢。虽然现在才第3集，但是每次听到他们的分享之后，就觉得哇，他们好励志啊！尤其是在异乡打拼，是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的经历没有他们多，但是我真的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在这里生活的热情，还有他们分享的一些经历，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希望也是对你们有帮助，更想要拍下一集啦。对，那我们也准备回去了，朋友们，下集再见。记得点赞啊，多夸我们的嘉宾 ，OK， 这样子才会有更多人愿意的来上我们的节目，跟你们一起分享，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经历。拜。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第一次从中国飞出去国外，那时候当时他很小，他第一次上飞机的时候也没人教他，他就一上飞机的时候就有飞机餐，不是有给那些黄油。那个黄油不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吗？这边的观念不是吃饭要洗手吗？小孩不是吃饭要洗手，所以也没人教。怎么越洗越油啊？